又快到农历新年了，不知道大家是否有想要转换跑道呢？每到春节时刻的前后啊，我们都会接到不少有关于年终奖金发放争议的咨询案件。有些劳工苦撑到这个时候呢，才认真考虑要离开原本的工作岗位，也大多是希望领到年终奖金之后再来做进一步的打算。相信这都是大家可以理解，也可能曾经遇过的心情吧。在这类的案件之中呢，常见的疑问就是雇主表示发放当下需要为在职的身份才可以领取年终奖金，这样子的说法究竟是否合理呢？这支影片呢，就希望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意见与想法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Sean， 欢迎回到 Workforce 劳动力量。在这支影片之中呢，我想要先大概说明一下我们所谓的年终奖金在劳动法令上所认定的性质为何，接着再举出一些案例，进一步讨论公司究竟能否限制员工在奖金发放日仍然在职才可以领取年终奖金。最后呢，则是提供给劳资双方一些能够在事前降低争议发生几率的建议。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首先呢，每当谈到在劳动法令上的年终奖金，不少人都会去翻查相关的法令之后呢，引用劳基法第29条的规定，主张劳工如果有符合法定要件的话，就应该具有领取年终奖金的权利，而公司也不得拒绝发给。然而啊，劳动部过去曾在89年发布过一则解释令，其中有提到有关年终奖金的发放标准以及方式，在劳基法中并没有强制规范，建议是由劳资双方自行协商。如果我们再往前查找其他的解释令呢，主管机关在77年的解释令中更直接有表明，劳基法第29条所发给的奖金性质呢，比较近似于公司法所定的分红，与民间习俗在农历年前无论盈亏都会发放的年终奖金性质不同。所以对企业来说呢，针对年终奖金的发放似乎保有比较大的弹性空间，即使劳工主张有符合法定的要件，也不见得可以领到年终奖金。另外也补充一下，如果再进一步去检视劳基法中的处罚规范，也可以看到针对劳基法第29条的规定其实是没有法则的。当劳资双方针对年终奖金的性质、发放额度，甚至是否应发给等事项有产生争议的时候啊，恐怕也没有办法期待一般的劳工局啊或劳动局借由劳动检查来厘清事实，而只能透过劳资争议调解的程序或甚至民事诉讼来争取相关的权利了。不过也顺带提一下，假如年终奖金是劳资双方在到职前就明确约定保障年薪的一部分，那么该项奖金呢，可能就不再会是恩惠性给予，而应该属于劳基法第2条所定的工资。而当资方片面不发给的时候啊，就有可能会有涉及工资未全额直接给付而违反劳基法第22条第2项规定的疑虑了。这时候啊，劳工不只可以在民事上具有请求权利，主管机关也可以介入调查，甚至予以开罚了。总之呢，对劳工来说，需要先判断年终奖金的性质，才能进一步确认自己是否具有请求权基础。如果稍微归纳一下，年终奖金可能会是劳基法第29条所说的红利，也可能是保障年薪的一部分，但更多的情况呢，是符合劳基法施行细则第10条第2款所称的奖金。有时候我们会说这样子的奖金是属于恩惠性、勉励性的给予，对资方来说呢，在发放的时候也会有比较大的弹性了。如果发生争议的时候啊，实务上会需要透过书面的证据来加以厘清事实，像是到职以前的 offer 啊、签署的劳动契约、公司的奖金发放办法，或甚至一些公告等等的资料。当然，每个个案的状况可能不尽相同，不过如果能够有充分的资讯，当寻求第三方的劳工局啊，或者是律师、顾问协助的时候，也才可以更快速的帮助他们进入状况哦。对资方来说，发放年终奖金除了是用来慰劳员工过去一整年的辛劳，并且透过分配盈余让员工对于企业更有向心力之外，最大的期待呢，应该还是希望借此鼓励员工继续任职，降低员工的流动率，来稳定事业发展吧。然而啊，每个劳工可能都会有自己的生涯规划或是家庭因素的考量，希望领完年终之后呢，就离职找到下一份工作，继续进修或甚至自行创业的都大有人在。那么对于部分的企业来说，可能就会觉得，既然发放年终奖金没有办法达到留才的目的的话，那干脆就不要发给要离职的员工好了。这样子的做法究竟是可行的吗？这边先说明一下，后面的讨论所提到的年终奖金都不是保障年薪的一部分，而是偏向前面所提过的红利或恩惠性给予奖金的性质。毕竟如果是保障年薪的话，其实劳工应该会比较有具体的请求权，即使离职之后呢，都还是应该可以基于契约的约定来要求雇主给付。
回到一般年终奖金的发放状况来讨论，其实过去就曾经有事业单位主张，事前已经有明确约定年节奖金发放的时候，劳工需要是在职而且有实际工作的事实，才会具有领取该奖金的权利。又因为有些劳工可能是向雇主申请育婴留职停薪而不符合该条件，公司也据此不予发给，就衍生出了雇主是否有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规定的疑虑以及争议。也就是说公司认为申请留停期间的劳工并非在职的身份，因而不愿意发给奖金，这样子的做法是否会违法呢？劳动部对此在104年便有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其中的原文是有提到，3节奖金如因民俗节庆于特定期日发给，以在职与否作为核发奖金的依据，其实是没有违反性别平等工作法第21条所规定的其他不利处分的疑虑的。也就是说劳动部看起来是肯认劳资双方针对年节奖金发放时，以在职与否作为发放的依据是没有问题的。不过要特别注意的是劳动部过去的解释令有具体的指出，企业不可以用申请育婴留停与否来作为判断是否该发给年节奖金的标准。但如果公司在发放年节礼金的时候，员工刚好仍在留停期间内，因为不符合需要在职的要件而不予发放奖金，这样子的约定似乎是没有问题的。更不用说如果发放年终的时候已经是离职身份的劳工了。过去有一些针对年终奖金有所争议的诉讼案例，法院的见解呢，也跟前面提到主管机关的意见是比较类似的，认为资方确实可以事先约定以在职与否作为奖金发放的条件。例如台北地方法院在107年度的一则判决，是某个劳工呢担任公司的高阶主管，在7月份的时候被公司依法资遣，可是因为依照往年的惯例是每年9月份发放前一个年度的红利，公司这个时候呢就主张这名员工并不符合公司员工红利发放办法中所提到的发放当日仍在职的规定，进而拒绝给付奖金给这名员工。由于这名劳工依照公司分红的总额、他担任的职级以及绩效考核的结果算出来，认为他应该可以领到至少100万元的奖金。最后当然就需要透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争议了。公司在诉讼中呢，还是一样的主张，员工红利发放办法中已经明定了发放当日仍在职之员工才会具有领取奖金的资格。既然劳工在发放日就已经不在职了，当然就没有办法去领到这笔奖金了。那法院又是怎么看的呢？在判决中有提到双方所争执的员工红利，经过判断之后，既然属于恩惠性、奖励性的给予，而且发放的用意呢，也是公司用来鼓励员工久任，这样子对于已经离职的员工发放红利，恐怕就没有办法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就算公司在员工红利发放办法中排除发放时不在职的员工，也没有违反相关法令规定的情形，因此呢，就驳回了这名劳工的诉求。不过也有一些案例呢，是法院认为不能拘泥于资方制定的相关规章或办法的文字，而应该要从整体个案的状况来去判断资方有无发放年终奖金是不是合理的。例如108年度在台南地方法院的一个判决，是某个劳工主张任职期间都是常态性的发给2个月的年终奖金，结果某一年被公司资遣之后呢，公司却声称年终奖金是属于恩惠性给予而没有发给员工，而且往年资遣其他员工的时候，也曾经有按比例计算过年终给其他员工，所以这个劳工就主张自己也应该要比照办理才对，依照当年度在职天数的比例来去发放年终奖金。由于这起案件是小额诉讼，所以第一审的时候是在简易庭进行。法官认为公司不论亏损与否，每年都有发给2个月的年终奖金，因此实际上这笔奖金是具有工资的性质，认为公司仍然需要给付给劳工。后来资方不服，又再提起上诉，并且仍然主张年终奖金是恩惠性给予的性质。另外在他们制定的人事行政管理程序之中呢，也有明定年终奖金之发放，仅限发放日仍在职之同仁才会具有领取的资格，所以员工只要发放日不在职，就不能够领取年终奖金。此外呢，他们也同步说明之前的其他员工的案例是基于劳资双方合意的结果而从优发给的奖金，不能就因此认为其他的劳工也要比照办理。所以在这起案件的最后，法院又是怎么看的呢？其实读者们应该都可以猜得出来，既然这个案件中的年终奖金是接近保障年金的性质，
其实就跟劳动部过去解释令所说的恩惠性给予的年终奖金，本质上是有所不同的。法官在判决中指出，年终奖金的给付既然跟劳务给付有关，有关于发放日的解释呢，就应该要能符合双方利益的判断。所以，劳工既然已经有劳务给付的事实，公司也因此获得这项劳务给付的利益，发放日就不应该局限在农历年前仍然还在职的员工，才会有符合双方的利益。总而言之法院认为这起案件中资方的主张并不合理，所以即使劳工在发放年终的日期以前就已经离职，雇主仍然要给付年终奖金给这名员工。总之企业对于离职或是申请留职停薪的员工，在有关年终奖金的发放争议上究竟是非为何，其实还是需要就个案的状况来加以判断的。如果要避免争议的话，企业最好还是要事前明确在劳动契约、工作规则或是其他的规章中有明确的规范，并且也要多多考量合理性以及公平性等因素，让劳资双方能够好聚好散。当然如果是保障年薪的一部分的话，建议就依照员工年度内在职的比例计算给员工吧。不得不说有关于年终奖金发放的劳资争议，其实还算蛮常见的。而且这类的案件需要厘清不少的条件以及约定的情况，很难透过一方短短的描述就能够判断到底劳方还是资方的说法比较合理。因此我们整理出以下几个常见的争议点，供有需要的读者们参考。对劳方来说，可以试着从这些争点出发，去收集对自己有利的事证，不管是私下与资方协商，或是透过第三方介入协调，也比较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说法。对于资方来说如果在部分的争点上没有明确的书面约定的话，恐怕发生争议时也会比较难举证，所以也建议可以顺势检视看看自己的制度是否有需要补足的地方。首先，就如我们影片开头所提到的，厘清年终奖金的性质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要判断我们所说的年终奖金在法令上究竟是属于劳基法所定的工资，还是属于恩惠性给予。如我们前面有提过的，年终奖金是否为到职前明确约定的保障年薪的一部分，是很大的关键。因此，如果劳资双方在到职前的招募广告通知录取的 offer、任职时签订的劳动契约或其他的相关办法、公告中有明确的约定的话，都可能会被当作辅佐判断的因素之一。再来是年终奖金有没有明确计算的标准。年终奖金是用全薪还是底薪计算？有哪些原本约定的薪资项目会当作计算基础？年终奖金发放的金额是否有包含前一年度未休完的特休？这些有关于年终发放的细节，最好都可以事前约定。除了可以让员工更加安心之外，劳动条件更加透明，其实也可以有效降低发生争议的几率。不过有些雇主可能也会问法令既然没有明确规定年节奖金的发放标准，那么就算没有明确的在规章中写清楚计算方式，其实也不见得会违法吧？确实可能是如此。不过如果暂且不论法律规定的话，如果员工可以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年度内要做好哪些的工作，突破哪些的目标，才可以领到多少的年终奖金，或许也比较能有在职场上冲刺的动力。所以制度上该怎么样设计，这个就是雇主们需要多花心思的地方了。回到这部影片探讨的核心，大部分在发生争议后可以安然过关的企业，可能都有事前在工作规则或奖金发放办法中明定奖金以发放当时仍然在职者为限的这些条件。而这些管理规章如果有公开揭示，理论上劳工也可以预见自己在离职的时候是否还可以领取这些奖金，进而再决定自己要在什么时候来去终止契约，甚至在劳工离职的时候主动提醒可能会丧失哪些的权利。当发生争议的时候，雇主也比较能够主张制度其实是具有正当性的。年终奖金毕竟是针对过去劳工工作的辛劳所发给的奖励，站在劳工的立场来说，可能会觉得就算工作不满1年，也应该可以针对付出劳务的部分按比例来领取奖金。但实务上应该只有少数的公司会有这样子的约定，而且回归劳基法第29条的规定来说，过去任职不满1年的劳工可能也不符合全年工作并无过失的条件。因此即便企业没有针对此类的员工发给奖金，坦白说应该也没有违法的问题。不过也要再提醒一下，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第2个案例，如果过去针对其他任职不满1年的员工有按比例来计算年终奖金的时候，未来其他劳工也应该要用一致的标准来处理，这样子对员工而言才是公平而且又合理的做法。总而言之呢，劳资争议事件很仰赖双方最一开始的约定细节，
因此，如何举出对自身有利的证据来去巩固自己的论述呢，都会是调解或是诉讼过程中的关键。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劳资双方在请求第三方协助以前，可以先试着各退一步沟通，并且厘清争议点看看，或许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行政或诉讼成本了。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也请多多帮我们按赞以及分享咯。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